这是今天看到的第一个最大的海——老虎海。它从空中看下来的形状就像一个老虎的爪子，这样看很漂亮啊。但是我后面其实全是人，这一圈全是人。九寨沟的标志性景点五花海，但是我们因为是下午来的，所以这个光就逆得比较厉害，不过还是很漂亮啊。它那个水超级清，它的水超级清，直接看得到底下。今天是来到四川第3天，昨天在九寨沟附近玩了一下，今天准备入沟。然后今天的天气真的超赞，停留这一天改变后续行程真的非常值得。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出住宿点的雪山啊，这边隔着一道墙，墙挡多一点，后面的雪山，刚刚的那个雪山的尖尖的顶都看得到，现在飘过来一点云。然后这边的山都是仙气，然后我们现在要等那个住宿的接驳车开去景区，它因为一趟一趟要先出发再回来，我们没有赶上之前一趟，可能还要等个20分钟。不过这么好的天，心情就会很好。其实很多人会担心那个高原的高山病，对，高山病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讲。因为我去过高海拔地区大概4、5次、5、6次了，基本上我的反应就是会比较喘一点，其他没什么大问题。那因为很多人会说头痛啊什么的，因为你感冒也会头痛，然后太累也会头痛。我觉得高山病的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心理原因，你心理上不觉得什么，其实真的还好，身体上就不会怎么样，除非你真的是感冒发烧，那会比较严重。会什么肺积水啊什么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一般就真的不要太担心。然后九寨沟这个地方，它其实海拔是2000多，根本不会有高原反应。然后是黄龙或者是黄龙九寨那个站下来，它的海拔在3000，那里呢你稍微剧烈运动会比较喘一点，其实也还好，就这一条线基本不会有什么高山的担忧。那有些人会带那个氧气瓶，我觉得氧气瓶这个东西也大部分是心理因素，就是你不可能一直拿在手上呼，它也那个量不够，所以就不用有心理负担。九寨沟线不用有心理负担，来玩就好了，抱着一个开心的心态，然后注意保暖，然后洗澡也不是大问题，洗澡你只要赶快擦干什么的，就小心感冒就好了。其实。我们到九寨沟景区门口了，人山人海，不过人的流动速度还是蛮快的。它就是门口人多，然后进去坐上那个景区大巴分流之后，人就会少一点。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刚刚把行李寄存完，还蛮方便的。它外面有扫码的柜子，但是那个柜子都寄存满了，然后里面有人工寄存的，反正在景区关门的时候出来都拿得到。时间晚了，旅行团的人就都来了，还是应该早点进来，但是带小孩就没办法，随缘了。人太多了，真的。现在旺季，然后又是今天放晴，所以可能很多人都集中在这一天进来。人多就算了，大家都很懂得利用效率，有空间就钻过来，也不遵守排队秩序。好好的一个景区体验就会降低。
还好这里就大家分成一条一条队伍，有人在稍微一下，但是也会看到有人从旁边就莫名其妙走过去。还有很多人踩你鞋子啊，哎，大家都很挤，不知道干嘛，挤什么挤，就是会推前面的人的包。哎，人口多没办法。我们现在要等上景区的接驳车。它其实听说是随机的，因为九寨沟景区它分成是一个 Y 字形，左上、右上和下面3条线。然后呢，这个车先送到 Y 字的左边或者右边，它是随机的。然后在中间 Y 字中间那个点，它可能可以下车。如果你想去左边或者右边换线的话，就是在中间的这个点下车。我听说上午是去右边的线比较好，但是就随缘了，他开到哪里我们就先到哪里去好了，左边右边随便吧。我们现在到了树镇海，它接驳车就开了一段到树镇海，把我们全放下来。这是因为景区里面调度的关系，然后我们下这个树镇海还要再往前走，再坐往山上去的车。这个分流的点其实人还是很多。这2天就是没办法忘记，到处都是人。这是今天看到的第一个最大的海——老虎海。它从空中看下来的形状就像一个老虎的爪子，这样看很漂亮啊。但是我后面其实全是人，这一圈全是人。因为我们下车的地方是树镇海，然后还要往前走大概1公里多，再到犀牛海，再继续上车。所以这一路只能慢慢走，人也很多，途经这个老虎海还是很惊艳的，这个水超级蓝。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海，也就是左线的最高点。这一棵是老人柏，它只有右边这边有树枝，另外一边就是光光的，它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棵树。这个取景点也是九寨沟蛮经典的一个取景处。现在是12点半了，我们其实本来打算上午就到这里的，但是今天的人真的太多了，所以后来我们从那个犀牛海上车之后，就一路来到了左线的最高点。因为通常攻略里说呢，左线就是下午来比较好，因为要去它的五彩池，五彩池的那个光线上午是照不到这一条沟里的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中午了，所以刚好我们就到这个左线先来看一看，就随缘了。等一下就沿途走下去，走到五彩池，左线就是长海走到五彩池这一段1点几公里，还是蛮值得走的。然后就再去换右线。今天人真的很多。中午睡午觉了，这小姑娘，然后我们带着自热饭。景区里其实吃东西什么蛮方便的，它那边矿泉水还有泡面什么的都有。它那个泡面是帮你泡好的，你直接拿走就好。就上面那个售货厅。我们现在从长海往五花海走，这一路都是下坡，大概700多米，但是人很多，
那这条线路就是左边这条线路的精华，就是五花海。大部分人都会坐车到长海，走到五花海，这一条线路就算玩好了。其他景点在车上看一下就可以了。今天是来看人的，看人海。还好这一路都是下坡就，因为长海就是海拔最高的地方，整个九寨沟景区里面海拔最高，3200大概。但很漂亮，因为刚刚去的时候正好是中午，那个阳光照在海上面，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的，很美的。看这个，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们要走一条隧道，真的人太多了。风景是很漂亮，但是3米，不要说3米了，1米以内必有人。五花海看到的第一眼很惊艳哦，高高的地方，远远的地方就看到这个碧绿色的海。哦，这水好清啊，都看得到它底下。再过去啊，这边树都挡住了，你就拍下去。九寨沟的标志性景点五花海，但是我们因为是下午来的，所以这个光就逆得比较厉害，不过还是很漂亮啊。它那个水超级清，它的水超级清，直接看得到底下，但逆光很强。来一瓢，一种了。现在大概5点钟，我们从景区出来了，马路上还是全都是人，景区出口也全都是人，非常夸张。九寨沟这个景点的评价呢，很难评。我看它那个每年游客的人数，疫情的时候真的是太好了，18、19年好像，18、19年还是1920年啊，大概一年全年的游客人数只有10几万、20万。那今年它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疫情前一年是达到了350万，整个景区一年有350万人来，所以它的体验就是风景是不错，但是你每一个点的上下车真的是一种煎熬。那一直有一句话叫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但是我觉得不是这种地狱，不是这种人流地狱，人流地狱真的太可怕了，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多人排队是不守规矩的，就是完全没有队伍可言，就是一群人往前冲，只要有空档他就会插进来，而且会一直推着你的包。真的每一站下来，然后再要上车，这个体验很差，所以我们也没有按照之前做的一些功课，来到想去的每一个景点去打卡，就是随缘了，就看了几个景点就早早的结束，也不能说早早的，就是原本这些时间可能可以去更多的，但是因为它上下车那个时间真的消耗太多了，而且因为今天人流特别多的关系，它可能一开始进景区的那个接驳车就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寨的地方，你就要往前往后各走1公里去选择一个再次可以上车的点，所以那一段很耗费时间，2个小朋友也差不多走不动，然后到中午再睡一下休息一下，所以整体节奏很慢，那就基本上想看的还是看了一个大概。然后其实它的景色重复率也蛮高的，可以说就是碧蓝的水池啦，不是水池啦，就是那个叫什么海子。其实好看是好看，但是真的多看其实也差不多。一开始蛮惊艳的，然后就每一个基本上都这样。但是你觉得来都来了，不去到那些比较出名的什么点啊、什么海啊、五花海啊、什么五彩海啊，又有一些不甘心，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九寨沟这个景点，我是觉得如果能自驾，
也蛮难说的。就是如果能自驾，周围肯定还有一些类似，不是就不要来九寨沟，去周围一些可能比较偏的秘境景点，对，也会有这样高山钙化的什么喀斯特地形的这样的池，可能比九寨沟规模小一点啦，但是九寨沟人太多的话，体验真的不是很好。哪怕眼睛在天堂，但是身体这个地狱不是那种路程很艰苦的地狱，是人挤人，然后会搞得心情非常糟糕的地狱。今天整体体验大概就是这样好了，希望接下来几天的四川行还比较顺利。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住在九寨沟景区外面大概1公里左右的一个酒店，现在走过去还算近吧，因为也打不到车，打车可能也很堵，而且很多人在排队。那明天我们的安排就是下午左右从九寨沟出发，回到成都，经过成都不下成都，然后一直到乐山。那这次买票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九寨沟回成都的票非常难买，它有的是提前2-3天才出售。那如果你提早做好功课，卡在这个回程的车票没买呢，会非常不安。所以好险，就是本来我们计划去峨眉山，然后九寨沟有一趟是到峨眉山的车，那它是经过成都东的，可以直接提早下车。虽然会票价贵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那个会提早订好比较安心。那刚好本来我们这次的行程就原先是打算去峨眉山的，但是因为九寨沟多停留了1天，所以取消了峨眉山这个景点。那让我知道了这个订票的途径，所以明天我们就是直接坐从九寨沟高铁站出发的高铁，然后去到乐山，准备去看乐山大佛。哦，还好吗？这个房间地方可以有点臭吗？他喷那个什么东西？啊，里面臭的。那你先不要吵。柿子、苹果，这样子的，就简简单单的大床房。你觉得九寨沟怎么样？太累了。太累啊，累去哪里玩都会累啊。不是，是跟那些人这样子排队太累了。哦，对，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很会利用空间，有限的空间，一有空一有缝隙就插进去，见缝插针。再美的风景都没有心情。对，真的这个风景是好看的，但是体验蛮差的。国内的景点可能真的没办法，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之前去过稻城亚丁，海拔那么高的地方，我本来以为去的人不会太多，结果没想到好像是2公里还是几公里的路，堵了2个小时，就走在那里没办法走啊！真的，国内的旅游体验，除了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去张掖，那次真的人很少，很爽。我觉得一样的钱可以去日本一样的钱，但是一样的钱嘛，日本可能应该比日本便宜一点点。吃东西什么便宜一点？住宿便宜，机票对，交通费可能因为这里交通费你过来确实交通费蛮厉害的，花费是个大头。住宿差不多。住宿差不多吗？住宿这里哦，这里其实住宿也不便宜的，对，这里这种很普通的，这里其实不便宜，日本差不多贵。哦，对，日本现在因为汇率的关系也不算很贵，对。日本现在住很便宜。那你去那个大阪的环球影城体验的感觉呢？也人很多啊。环球影城它景区没有那么分散啊，你不用一直，而且没有那么累，对吧？对啊。哦。这里就每次上车下车就会很累。啊，对，最主要这个就是上车下车。对，我们今天还碰到一群台湾大姐。台湾大姐真的到底是不一样，台湾人真的蛮客气的，然后说要让我们走在他们前面，还要把我们围在中间，说保护我们。他们是跟团对吧？他们是一团队，哦，他们的那个导游也是中国的啊，肯定啊，当地的导游啊，对，但真的人跟人的区别就是不一样。他还帮我们卡位，然后让我们啊，对，让座还让座给我们，还让座位，他们先帮我们占位，然后让小孩。对，不过今天上去也有一个。我不知道香港人还是广东人，他说粤语的，然后也给我们让座，看到我们有小孩啊，其他那些什么大叔大妈真的是根本不会注意到有小孩走在前面，就是想钻空子，因为小孩很矮嘛，这只有一半，他就看到以为前面空的，就想穿过来这真的是这个体验不太好啊，希望后续行程应该没有那么热门的景点会稍微好一点。
我听说乐山是一个蛮悠闲的，然后非常多美食的地方。我刚刚来的一路上查了一下，它是4线城市，但是感觉还可以，就没有到很落后。然后走出酒店，真的一路都是吃的餐厅。